有没有？大家好，我们要今天要闻一支算猎奇的乌木，猎奇的乌木，对我来讲是猎奇的乌木。你们两位都是乌木高手，结果这一支说是猎奇。没有，我不是。他是全方位高手，对，高手，我是全方位，对，他是全方位，对，全方位。好，那今天就带来这一支，其实是应该是去年的，今年还是去年的新香？去年应该是去年的新香 ，issue 的那个快乐乌木。哦，那大家对于这个牌子呢，应该比较熟知的就是，如果是乌木系的，就是伟大乌木，对，这大家已经知道，就前面。它这种的图腾，它的包装是这种有个眼，像一个眼睛的，像那种埃及的这种法老王的这个。那其他的它的系列还有其他就是副作用嘛，然后原子玫瑰，这叫做共进会的图案。是啊，共进会的图案。我们直接不要这边鬼扯，就来介绍这一支。好，我们试一下一个伟大的作品，就叫伟大乌木的后继。新的一个系列做，看看我们试试看味道怎么样，好吧？那它就是叫快乐乌木，是不是？因为我们它应该有另外名字，但是我们是直接翻了，就是应该就是快乐乌木的意思。对，好，我们闻起来看一下快不快乐？没有，我们先给那个看一下吧。对，先给镜头前的朋友看一下。它快乐乌木就是它那些框框多了绿色的元素进去了，跟之前的就是伟大乌木黑金的嘛，黑金。还挺用心的这个牌子，哦，它前面这个是铁片了哦，对不对？把它包起来，但是因为它有一点问题，就是它有的时候没有粘得很，对，有时候会掉下来，是会掉下来，对。顺便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它真的是铁片硬凹起来，然后粘在玻璃瓶上，所以有的时候不是每一只，所以会有一点，好，但是我们这一支是非常完美的 ，OK， 粘着非常完美。我们快来喷喷看它的味道，迫不及待想要快乐一下，不是，对，看它到底有多快乐。因为你们都蛮喜欢伟大乌木嘛，对吧？那这一支我们来试试看。学姐还没有试，学姐已经先喷了。哇，来，绿色柑橘，所以说它前面这草调柑橘的，身上有甘，身上有甘草。我觉得是姜出现的问题，因为很少对姜，它的辛香料实在是。非常独特的一个调香包，当然这一支也是这个牌子里面定价最高的，定价最高的，对，因为快乐的代价是高的，快乐代价是高的，就是为了快乐你要付出的代价往往是好，你笑就懂了，我都是免费的，对我都是免费的，对，最贵的，对，免费的最贵。那这一支我们让非常喜欢乌木的豪哥来帮我们剖析一下。目前前调在你身上是什么样的味道？哇，真的是姜的味道，非常非常的独特，比香柠檬还要更突出。那一开始那个辛辣感，对，真的是辛辣感。那个味道，我们闻到的味道就是辛辣感，所以柠檬的味道没有姜的味道那么的突出。那个姜的味道从一喷出来一直到现在都一直还在。那肥猫们，肥猫这一支现在目前在你身上怎么呈现？其实我现在这支反而是一开始那种辛香料去的，我现在是柠檬我柠檬真的是快乐，但是它这种的是，然后现在开始稍微有点甜，应该是甘草，因为很少用甘草啊。但我现在反而你刚刚讲那个有一点奇怪的绿跟柑橘，反而绿调退了下去，现在柑橘出来，就还挺不错的。它就跟我们之前那个 LV 有点像，就你的脑海里没有这种香型的时候，通常喷第一下你会有点错愕，不知道该怎么反应，不知道该怎么反应，对。就变成问题是在我们之前没接触过嘛，有一点惊喜意外，还正好在这个惊叹号当中。对，就是你的鼻腔吸了这个味道之后，你现在还在反应
这到底是好闻还是不好闻？然后就有点，好不好？他现在处理器正在思考中。是，同意。OK，那现在肥猫的处理机处理到哪里了？肥猫处理机一向都是最发的是对5奈米，对。现在到486，还有点什么486，就是有点慢，应该是在放第3张磁卡进去。这个我现在还是甘草出来了，甘草出来了。其实跟我觉得想象中的甘草跟姜，对，甘草出来了。我知道你现在卡片，对卡先先给学姐讲一下，学姐对学姐前调可以帮我们多形容一下。就佛手柑跟姜还有甘草的味道。哦，可是它走的是一个很清新的路线啊，就是跟伟大木比起来，它没有那么甜。然后它是清新的东方辛香料加乌木的感觉，但我觉得乌木要等一下吧，我现在还闻不到乌木。对，现在一直闻到姜跟甘草。是甘草，甘草就是那种甜甜的那个甘草。对，甘草就你含在嘴巴里的那种。是中药的甘草，对，中药的甘草。是粉哦，不是甘草粉。有。但是我现在那个姜跟柑橘比较均衡之后，我觉得现在这个味道还挺不赖的哦。对，其实是不赖啦，只是你可能需要一点点，因为你没有闻过类似的味道。我也必须说，它跟我熟知的乌木的味道还是略有不同。应该说你太习惯，应该说我们太习惯了这个旋律的走法，大概都知道千篇一律嘛，不外乎就这种走法。对，可是这一支快乐乌木却让你一开头是一种奇怪的和弦组合，你就开始要先思考一下哦，这到底是我喜欢还是不喜欢？它不是厚实跟很强烈的乌木，它没有。对啊。对。那现在在我闻起来，它有一点柑橘柠檬带一点皮的这种清香感，那反而一开始这个绿调比较下去，比较没有了。就这一支还蛮特别，最主要还是辛香料的味道。我冬天喷的时候，我觉得它是很大片的清爽感。哦，就是那个前面佛手柑的味道，闻起来是很明显。但我不知道夏天天气热的时候我喷它，反而佛手柑的感觉没有这么明显。哦，所以冬天跟夏天还不太一样，对不对？喷起来感觉不一样。所以你觉得这一支学姐是建议在冬天还是夏天呢？没有看你要寻找什么 feel 啊？我推荐夏天喷。是，你是觉得夏天可以的？夏天啊，对，它是一个夏天的味。我觉得是冬天你觉得冬天？我觉得冬天就是可能因为我体温高，是，所以我冬天的时候我体温比较低，所以它在我身上冬天的时候反而比较能呈现前面的那个柑橘柠檬香，然后现在我比较呈现的就会走是那个姜跟甘草的味道。好，你们边讲的过程，我越来越喜欢它现在呈现的走法了。我觉得其实一年四季都可以喷啊，只是你要什么感觉比较强。因为它没有那个传统乌木的厚重感，没有，它没有那种厚重感，反正是有一点点，就跟它的瓶子的配色有点像，就是有点绿调，其实还是辛香料。对。那这个在夏天来使用的话，我自己就会觉得它比较清爽一点，它没有这么的重，对，没有那么的厚。但是有一个问题是说，它既然以乌木来挂这个名称，可是到现在我都还没有探索到乌木的味道。这种新世代的调香，虽然它还是会用某些传统的名字，但是它的调香方式跟香味的表现，已经不是那种我们之前熟悉的传统的，比如说乌木。我们都知道乌木配什么最搭，因为一定是玫瑰，对，它就是一个标准的标配，就是这两个加起来你绝对不会讨厌。但是它如果加了姜或是像那个甘草，对，你一喷到，你突然就脑海是会稍微停顿一下，因为判断这个味道到底是好想象中的肯德基，就对了。所以它是一个新的调香方式啦，就是也许你不是你传统认知的乌木，所以它需要一点点时间去适应了。OK，好，那豪哥，请问一下，你会用在什么样的场合跟？其实我觉得这个天气就可以，我觉得这个天气就可以。所以如果夏天可以选一支乌木，你会推荐？我其实也会选它啦。对。那衣着上呢？衣着上，因为它没有这么的正式，我必须讲，也没有这么的像传统乌木这么黑暗。
磅礴，是那个气势磅礴，所以其实它可以在任何场合、任何衣着使用。它就是一个，当你喜欢木质调的时候，我觉得它的乌木味，我们熟知的乌木味，没有这么的重的情况下，其实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森林调，对，辛辣的森林调来穿。我觉得乌木可能对他来讲，可能只是延长它的持香时间，或是对他来讲，不会那么厚重，是好，不会那么厚重。好，那学姐，你可不可以讲一下，如果女生用这一支的话，你会建议她在什么样的场合穿着？它还是要比较女生喷哦，要比较正式的场合。哦，正式的，它不适合女生休闲的时候喷。OK，因为它在女生身上呈现的还是比较厚实。虽然那个我现在已经因为我体温比较高了，我开始闻到香草了。是，就是，但我觉得它如果是女生要用在比较正式的场合，白天工作啊，或是你要跟人家谈 case 的时候，我觉得 OK， 就是要强调你的专业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OK， 好。因女生喷哦，女生喷，因为她不喜欢这么黑暗的味道了，所以我觉得其实这对女生喷的话，如果女生使用，可能我觉得冬天也可以，冬天也可以，因为她本来就不喜欢这么厚重的味道，那厚重味道会让她退避三舍了，哦，退避三舍。OK， 所以如果是女生使用，我觉得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是一年四季都可以。但衣着上可能真的是比较正式一点，因为它给你的是一种还是有一定的气场在，只是没有像传统乌木这么厚重，那个这么强大。是男的话，我觉得夏天会更适合啦，因为冬天喷可能我们还是习惯我们的传统的乌木，就是乌木加玫瑰，像你习惯厚重的，对，就是因为那个冬天的时候，因为冬天的时候本来就比较锐利，天气就比较锐利，所以你需要暖一点的乌木。那这个其实是我可以用一个比较白话，它是凉一点的乌木哦，它是凉一点的乌木。好，挺好。好，那在旁边已经探寻非常久的肥猫，我们请肥猫问一下。我现在其实是有带一点甜感的乌木，就是我那个甜感出来的。甘草，我不知道那个甜感是什么。微甜啊，甘草啊，甘草那其实是甘嘛，就甜甜的，对，甘草啊。然后其实就像刚刚豪哥说的，其实这个它这期它既有乌木持久的这个，它一定可以持香很久。其实这跟我当时候我们两个应该是2月的时候去闻的。对，我觉得那个一开始就是像刚刚说的，就是一开始那个很奇怪的那个辛香，然后又有柠檬，其实让我们比较 confused 的，是因为我们对于乌木，就像刚刚说的，就是这样子的呈现。那它是用另外的方式来做乌木的呈现，那所以等于说，就像他说，其实这支喷上去会不会快乐？其实我觉得今天我突然觉得我还不错哎。没有你无时无刻24小时活着呼吸都是快乐的啊，是不是？对，所以这是我们喜欢跟你在一起的理由啊，对啊。怎样？干什么？这个黄标，上面黄标真的是啊。OK， 好了，我们让它跑一下，就是那个新香料让它散去一点，我们来看看中后调是什么。对，中后调什么味道？好不好？谢谢。它刚才大大的刺激了你的嗅觉之后，我们试试看中后调是什么表现。那好吧，我到现在其实我还没有闻到乌木的味道，那看看下半场它会不会出现。对，没问题。拜拜。对，超快乐的现在哈。现在快乐程度怎么样？不有首歌也是这样什么庾澄庆唱的，对，太老了啦，我不知道庾澄庆是谁，我也不太好来了，来快乐乌木来，我再拿皮子夯你的头。好，现在快乐到哪里去了？肥猫，这支也是超乎跟我想象的是不一样。我说跟我们当时闻的那个感觉不一样。它现在就是甘草，其实我应该是闻到雪松了啦，雪松雪松，它有一点的问题就是乌木可能少了一点，这对有些人来讲真的是个好消息，就他希望有一点点有
乌木的持香的时间，但是不要有太重的乌木味，不要有太重的乌木味。它只要浅尝即止啊，不用吃整天的乌木啊。对，它是一个，觉得是就是带甜的一个木感的感觉。它其实乌木只是隐隐约约藏在这个木质的后面，其实蛮滑顺的味道，就很舒服啦。所以说这个，它其实这个真的是蛮适合女生的，我觉得蛮适合女生的啦。对，如果男生闻这个味道，我去推荐男生也可以来闻闻看，就是说它这个特别的这种的调香的方式，就是说为什么他会把它命名为快乐乌木，其实不无它的道理。我觉得这是蛮特别的一个香水层次的呈现，不一样，所以我个人现在是蛮喜欢的。对 ，OK， 而且我想他应该到后面应该也是麝香，它应该会很持久。这个应该会越闻越好，快乐，对，越快乐。是。那我觉得现在在我身上反而呈现一种，甜甜的汽水味。我是这样子，你们不是？我是甜甜的汽水，然后加一些气泡感。刚刚没有一些些微的木感输出。木感，它已经是一个木感了。它的，但是它没有那种乌木啊，没有乌木的那种感觉啊。其实没有。看一下它的，非常淡，有一点点啦。前调香柠檬生姜很特别，生姜摆在前面。中调是甘草、沉香木、雪松，基调是香草、麝香，还有草本元素。OK。所以它的问题，我觉得是前面那个姜一开始太辣，一开始太辣。是，对，所以开头的时候会让人觉得一个对母萨萨的感觉，这是什么？对。但是随之回稳的中后调就开始比较进入对一个非常非常舒服的一个木质调的味道。但是对，要去快乐了吗？快乐的召唤所以其实它的中后调，我必须说，正是一个不错的。它如果你不喜欢乌木的太重的味道，其实它是一个乌木的初学者非常非常适合的味道。是，又要快乐了，你不要再快乐了。一讲到快乐，乌木就一直快乐。好，所以它其实是个舒服的木质调啦。我必须说，它是个舒服的。它唯一的小问题是开头的姜实在是太辣真的老姜的味道，真的是一下太辣。对，它不是姜有两种，一种是嫩姜，就是我们吃寿司的那种；那一种是老姜，就是你感冒的时候要熬姜汤的那个。是，因为姜是老的辣嘛，对吧？所以它一开始稍微辣了一点，但是后面整个呈现出来就是一个舒服的木质味。至于乌木，真的没有很多，我必须说真的没有，它只是点缀其中了。OK， 好，所以如果它名称取叫做快乐乌木，可能期待乌木的人就会比较有点，就落差感就会比较大，对不对？因为它其实没有什么太强大的乌木，完全没有。对，应该是说这一支，就当时候会有这样子，我说反差这么大，因为就是伟大乌木的，大家一定都闻过，可能现在看影片的每个人都一定有入手了。对，它叫伟大乌木，然后结果这样再到一个快乐乌木，这样子的这个反转，机会落差过大，蛮多的，落差过大，真的是差蛮多。说真的，如果就大家如果看到这个影片，看到这里的，记得可以来比较一下。对，记得订阅、按赞、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并且分享。那就是很多像某一些牌子，很像以前我们那个电影，对不对？以前叫什么终极战士、终极什么，全部叫做冠上终极就一定会卖，对不对？结果后来发现，全部大家都在终极，就对。你以为会看到阿诺，但是看到布鲁斯威利，对，就是神鬼，对神鬼什么就是神鬼，只要以为是神鬼系列就一定大卖了。
对不对？所以因为它的伟大乌木真的是在一个乌木的基础上，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呈现，大家都是为之惊艳。是已经奠定了一个门槛。对，它的门槛非常高啊。他可能想要延续用了这一个门槛，再把它更往上推一阶。以快乐乌木来讲，结果反而如果你是期待乌木的话，那你可能会有点小失望了，因为它事实上它没有乌木在里面的。有啦，但是真的是点缀其中而已。我必须说有，但是点缀其中，而且它只是乌木，真的是一点点。我必须说，真的有乌木，但是是一点点，只是一点点，真的一点点。OK， 不会。当然，对乌木的喜好者来讲，它的乌木味可能是淡了一点，但是对于乌木厌恶者来说，它其实是一个很棒的木质调。是啊，所以凡事都有两面啦。好，凡事都有两面。那我觉得他的策略也是希望两面都讨好。是啊，但是我觉得他更适合是乌木的初学者，就是你，因为很多人不光是女的，连男的一看到乌木。wood 他就会偶尔退避三舍，但是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这个，他用辛辣感，就是前面的辛辣感去取代所谓乌木的那种骚臭味，骚臭味，是，对，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适合乌木初学者使用的一瓶香水，或是乌木的爱好者，你可以在夏天的时候使用它。好，就是这样。OK， 好，来，那我们该评分了，两位已经讲到，已经贴在上面，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是挺快乐的，因为肢体语言是骗不了人，只有你放松的时候，你才会往后贴嘛，对不对？那如果很严肃的话，你就会往前倾嘛，对不对？是，这个是肢体语言，所以可见他们两个确实这一支闻了之后是有一点快乐似神仙的感觉。那对我来说，这一支就是甜甜的汽水味，还挺不错的，在目前的这个走法。好，0到10分，豪哥定调在什么料？应该有一点被他的名字误导啊，他的乌木味没有很重啦，他的乌木味没有很重，所以我还是决定以木质调去称呼它，我不会用传统的乌木去看这支香水了，因为后面的话你仔细的、有深度的，然后有花了一点时间去闻它之后，我觉得以木质调来讲，它还是不错的。那我会给它8.8分。OK， 8.8分，这样。好，你好像在骂脏话。肥猫呢？可是因为他跟我想的一样。真的啊，我们英雄所见略同。8.8分。8.8分，然后木质调。木质调。 OK， 对。好，那没有什么好补充就对了。补充吗？这个其实确实是蛮实穿的一个的木质调啦。那它就是很舒服的感觉，没有那种的骚臭味的感觉。就是就以它的这种的，它前一个作品这样比对来说，蛮适合推荐这种，没有买过这种乌木，没有买过这个系列。乌木的可以选择这一瓶来尝试看看。对，那衣着我觉得都蛮合适的啦。只要 maybe 这个可能是你喜欢的乌木，也不一定。对啊，是 OK。所以我再补充一点啦啊，因为这个牌子它乌木就2支嘛，一个是伟大乌木，那伟大乌木因为它气场强大。持香超久，所以我个人觉得更适合在秋冬使用。是，那就出现了。那一个春夏，当然你是一个乌木的爱好者，那该怎么办呢？那我就推荐这个快乐乌木。OK， 所以它可以一个系列2支黑瓶，1年4季都使用。对啊，1年4季都使用。OK， 所以它这样子走完之后，我们更好奇，就是这个品牌的第3支黑瓶要再怎么走下去。对不对？因为春夏秋冬4季走完了。对，好，好，下一个我猜可能会是兴奋乌木哦，应该是元宇宙乌木。好，拜拜，胡扯，拜拜，记得订阅、按赞、分享哦。对，好，拜拜拜。